门前庭院草木繁盛，郁郁葱葱。看腻了牡丹争艳，眼前这幅绿草如茵图更显赏心悦目。再一细看，草丛上空飞舞着一群萤火虫，如繁星点点，似梦似幻。魏无羡已经很久没见过萤火虫了，此时兴致大发，不由自主地往庭院里走，认真地观赏了起来。看了好一阵，魏无羡终于记起时间，扭头要走，冷不防瞅见一名老妇，不知已经在他身旁站了多久。魏无羡先是吓了一跳，后又想到明明是自己擅自闯入，打扰了别人清静，立马想要道歉，那位老妇却唤了他一声莫公子。魏无羡心里一紧，坏了，这人认识莫玄羽，那岂不是要露馅？还没等他想好该怎么办，老妇又笑道：认不出来了，我是以前带阿松少主的嬷嬷啊。不过我这几年确实老了不少，认不出来了也正常。这么一听，这位老妇和莫玄羽应当也并不熟络，想必在莫玄羽被赶下金陵台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。魏无羡稍稍松了口气，又见这位老妇颇为友好，便没有急着离开。方才被他叫住时，他乍以为是自己误闯了人家的住所，如今细细想来，此地装潢如此华丽，更可能是已故小少主的寝殿。先前魏无羡借纸人之身在金陵台四处溜达，从宾客闲谈里听闻金光瑶之子于半年前不幸夭折，发生了这等惨祸，也难怪此处没有再续上金星学了。树影离离，荧光熠熠，没想到奢华米丽的金陵台上还能找到这样静谧安宁的一隅。正当魏无羡思绪偏飞，忽闻老妇道：莫公子也喜欢萤火虫。闻言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对着漫天的萤火虫伸出了手。活了2辈子的人了，竟还做出这种孩童举动，魏无羡当即有些难堪，讪讪地收回手道：这里的萤火虫真多啊，怎地在金陵台别处见不着？金陵台本不是萤火虫出没之地，这些都是特意为阿松少主养的。这么多，看来小少主以前真是很喜欢萤火虫了。老妇点头，目光中出现一抹亮色，又碎成缕缕柔光在眼里晕开。阿松少主以前最爱看萤火虫，夜里看不够，白天也想看，可是萤火虫白天就不出来了，他找不到萤火虫就难过，委屈巴巴地望着你，问你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问得人心都软了，跟着他一起难过。说到这儿，老妇的神色也明显的难过了。小孩天真无邪，快乐难过都来得简单。阿松少主性情温和，平日里不爱说话，开蒙的比平常孩子稍晚，可他很听话，也很懂事，不哭也不闹，从来都不对人发脾气，受了委屈也不生气，谁想到最后竟然……老妇说着，声音就抖了起来。魏无羡轻声道：听说小金少主当初是被咸阳的一位裴姓家主给毒害了，究竟是何等深仇大恨，竟会让人心狠到要对一个孩童下手？老妇面色一沉，缓缓地道：据说是因为不满家主兴修瞭望台，有一次在百家盛会上公然跟家主撕破了脸，场面弄得很不好看。家主想着两家幼子年龄相仿，就想借后辈之间来往跟他缓和关系，几次邀请小裴少主前来金陵台小住。慢慢的，两家关系确实有所好转，裴宗主也礼尚往来，邀请阿松少主去咸阳做客。结果阿松少主去了咸阳回来，只过了1天就……分明是大人间的恩恩怨怨，却非要波及无辜的后辈。魏无羡不由喟叹，又道：听说敛方尊已经将咸阳裴氏连根拔起，如此一来，也算是告慰小金少主在天之灵了。老妇打了个哈欠，又长叹一声。魏无羡问：天色已晚，你可是要回房歇歇？老妇点了点头：莫公子若是无事，
可否陪老妪走一段？魏无羡愣了愣，旋即又笑着点头，默默跟在老妇身边。走到一个隐蔽的拐角处，老妇突然开口：“莫公子，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”魏无羡心里一寒，强作镇静：“哈哈哈哈，有吗？”老妇没有作答，又往前走了一阵，突然脚下一凝，身形一转，猝不及防地在魏无羡面前跪下道：“这位大侠，这位人士，求求你替阿松少主报仇啊！”魏无羡下意识扶住了老妇，他早就察觉老妇方才话匣子大开是别有用意，这才特意答应了与他同行。想来老妇也早已知道自己身份有异，他赶紧请老妇起身：“关于小金少主之死，你可是知道些什么隐情？”老妇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无人后，往魏无羡手掌里塞了一个东西。魏无羡低头一看，是一根香，几近燃尽，只剩一段半根指头长的香角。这是阿松少主从咸阳返程次日，我从他寝殿里找到的。这香我从未在金陵台见过，少主尚还年幼，平日里也从没给他用过香。我找到这根香角后不久，阿松少主就去了。魏无羡沉吟片刻道：“老人家，你可是怀疑杀害少主的另有其人，而且是府内之人？若杀害少主的真凶当真就在金陵台内，也难怪老妇只能把此事托付给一个毫无瓜葛的外人。”见老妇神色古怪，久久不语，魏无羡又试探着问：“您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怀疑的人选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老妇惊呼，又颤颤巍巍地跪了下去。“这位大侠，我不知你是何方神圣，可既然韩光君都如此相信你，我想你一定是个好人。求求你，阿松少爷还那么小，你一定要为他查明真相啊！”魏无羡赶紧将那老妇扶了起来，承诺一定尽力而为，随后将他送到住处后离开。魏无羡刚从仆役所居的下房出来，一抬头就被一个直挺挺的人影堵住。夜深人静，月光如同碎玉，洒上一袭白衣。魏无羡猛提起一口气，嘿嘿笑道：“韩光君。”蓝忘机负手道：“在这做什么？”要不是他问了，魏无羡差点就忘了自己是偷溜出来的，此时迟来的心虚了几分。“我夜里睡不着，出来溜达溜达。韩光君你也出来溜达？”姑苏蓝氏作息如此规律，蓝忘机此刻还未入眠，想来肯定是特意追他来的了。看来他虽是没把魏无羡锁起来，却还是不动声色地留意着他的动向。蓝忘机道：“回去。”区区二字，却极具威慑力，魏无羡不得不从，乖乖跟他回了客居。到了门口分别之时，魏无羡略一沉吟，将蓝忘机叫住，再三思索后，决定将香角交给他，又把方才老妇所述向他全盘托出。虽然他许下了尽力而为的承诺，可他深知世事无常，谁也说不准之后自己将去向何方，又要遭遇些什么，更是跟那位老妇口中的大侠二字沾不上边，决定还是得把这东西交给一个真正值得托付的人。蓝忘机眉头微凝，认真聆听，虽一言不发，却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心感。魏无羡知道他一定会将这事牢记于心，绝不会怠慢敷衍。从头到尾，蓝忘机都不曾质疑此事与自己何干，自己又为何要管。就如他在点金阁上为莫玄羽出头一样，好像这天然就该是他的职责。听完转述，蓝忘机接过香角，默默放进长袖，对魏无羡道了句：“早些歇歇。”便转身要走。走出几步后，魏无羡叫了一声：“韩光君。”原是想偷偷溜走，可此时魏无羡突然觉得这么做似乎有些太不尊重蓝忘机了。他敛起一脸不正经的笑，严肃坦言道：“要不
你还是别管我了。我知道你是侠义心肠，可白天你也看到了，这事牵扯那么复杂，现在栽在了我头上，后面指不定还有什么陷阱等着我跳。到时候若是牵连到你，你也百口莫辩了。蓝忘机没有表态，反问道：瞭望台修士之死，可与你有关？当然没有。蓝忘机又问：你不想要清白？魏无羡笑了笑道：有什么清白不清白的？一个人误解你，你尚且还能辩解，可若是有10个100个人异口同声的误解你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只能认了呗。